哟，老大，这院子也是你们家的啊？别说，还挺大，布置的也挺雅致啊。不是我们家的，是我媳妇儿的。她外婆给她陪嫁的院子，过完年我家那边呢要拆了旧房盖新房，我们呢就搬到这边来了。你媳妇儿的，那不还是你们家的？那不一样的，这是青青的嫁妆，不是当成我们家的私产。哎，对了，大嫂呢？我去拜见一下大嫂。稍晚一些的吧，她忙了一上午一中午，有些累了，再休息。哦，那行。你想过你们今后的打算吗？不知道，我这不是来问你了吗？我是真不知道该如何让大家吃饱饭了。抢劫杀人的事儿我也做不来啊。你真的想尊我为你们的老大吗？不然呢？我们都叫你老大了，我1号牌都给了你了。那是你不要，你扔回来的。顾廷云白了他一眼，又从怀中摸出了那块1号牌来，在手中把玩着。陆南伸手，能给我吧，以后我来安排你们。谁知顾廷云又塞回了自己的怀里，笑嘻嘻地看着他。不给你了，那我要给大嫂，这是给大嫂的见面礼。算了，他做他们的老大，媳妇做他的老大，一样的。随你吧，既然你们在山上吃饭都成问题，就别在山上了，我给你们安排些事情。哎，行，我们都听你的。顾廷云正色，脸色严肃起来。你是骑马来的吗？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哎，好嘞。不过我的马送到镇上那家车马行休养去了啊，2天的时间啊，我们一直都在赶路。那就直接用轻功吧，顺便比一下。陆南挑眉。哎，好。顾廷云被他一句话就挑起了血性。曾经在军营里，他们俩是经常比武的。你先等一下，我回去看看我媳妇儿睡醒没有，跟她说一声。去吧。真是羡慕他，有媳妇可以宠。过了一会儿，陆南过来。走吧，先带你去见见青青，她醒了。顾廷云一听，眼前一亮，噌的一下站起来，心里有些激动。要见大嫂了，不知道能拿住这小子的女子到底是个什么样啊？青青，可以进来了吗？进来吧。顾廷云进来看了沈清一眼，赶紧低头进行拱手礼。顾廷云拜见大嫂。没想到老大喜欢的竟然是这样的姑娘，清秀小巧，一眼看上去有些可爱。顾公子客气了，请坐。顾廷云站直身子，看了陆南一眼，眼神询问：我表现的还行吗？坐吧。青青，你也坐，小心累着。顾公子来的还挺及时的，本来阿南说明天要去你们那边的。顾廷云诧异地看向陆南。担心你们在山上饿肚子，准备把你们带回来，给你们安排事情。就是你刚才说要带我去看看的那儿啊？青青在镇子外面有一座山，山下是荒地，我们把山下的荒地也买下来了，准备建一个农庄，种一些蔬菜。本来是打算从周围的村子里雇人的，突然想起你那边的30多个人，不是说没事干吗？没饭吃吗？我和青青呢就商量了一下，打算叫你们过来帮我们。你们来帮我们建庄子，以后庄子呢也需要有人看的。如果你们觉得这样的日子还行的话，以后呢你们就住在那里，住着帮我们看庄子。如果有做生意资质的兄弟们，我们也可以挑选出来带在身边做生意。总之呢，只要是他们勤劳的话，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吃饱肚子，每天有事干，那就没有问题。青青，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只要顾公子和你的兄弟们能吃苦耐劳，我们不会亏待大家的。顾廷云说完，十分的激动，伸手从怀里掏出那块1号牌来，双手递向了沈清。请大嫂笑纳，这是廷云给您的见面礼。沈清诧异，看了一眼那个牌子，什么东西啊？他看向陆南。拿着吧，可以号令他们所有人的令牌。沈清接过，翻过去看一眼，1号牌。顾廷云见到夫妻俩接了，松了一口气。听闻大嫂管家致富一把手，而我们兄弟30多个在山上日子过得缺衣少食，经常饿肚子。在以后，我们就尊老大跟大嫂为领头人，我们都听你们的安排。刚才老大说的这些事儿，你们就不用跟我们商量，只要直接下令，我一定就带着他们照做。我们没别的要求，只要能够吃饱饭，有衣服穿就成。就都不想娶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当然想，但是现在我们自己还无处安置，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如何娶媳妇儿啊？挺好，只要你们好好做事，什么都会有的。阿南，那你带着他去看看吧。如果有青云寨这么多人来的话，那我们的农庄里我就得重新安排一下房子布局了，好再让兄弟们以后也能一人有一个家。我重新做一下计划。你别太劳累了，注意身子，累了就休息。放心吧，没事的。陆南点头，站起来带着顾廷云走了。大嫂的身子很不好吗？怎么感觉老大对大嫂这么小心翼翼呢？不是的，她有身孕了，前几天呢还孕吐难受，过年这2天才好了一些。我担心她再难受，不敢让她劳累了。哇，这么说你要当爹了？你要当爹了？8、9个月之后，我就是一个奶娃娃的爹了。那我们得努力吧，早些把这庄子弄好了。到时候啊，大嫂过来坐月子，那就直接来庄子上，那肯定要比镇上吵吵闹闹的，这要安静一些啊。
好啊，那就靠你们了。土多的地方翻出地来，到时候呢，种花、种蔬菜、种树，让山头变得漂漂亮亮的。在下面的庄子里呢，看上一眼就让人有了一种想上来游览一番的想法啊。那得修上山的台阶吧？对呀，东西两边呢都是要修台阶的。台阶用青石板，护栏用木桩，再用竹竿连起来。这些事情做起来，够你们忙活1、2年的。还别说，这事儿确实不少。想要把一个野滩变成农庄，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的。是的，我们是计划在2年之内把庄子彻底的建好。不过你放心，等庄子建好了之后，我们也不会亏待大家的。1人1套房子，给办个喜事是必须要的。行，就冲你这句话，我们会努力的。等他们回到镇上的家里时，沈清已经做好了计划书，画好了图。阿南，你看看这样可行？哎，大嫂，这是整个庄子将来的布局啊。是，山在北，庄子在南，这样的布局对于整个庄园来说是最好的。采光好，大山也能挡住西北风带来的寒流。但是既然我们的势力一下子这么大了，我们有那么多人要养，10几亩的田地怎么够养活他们呢？怎么也得30多亩才能够养活吧。沈清一直细心地给他们把几个片区各自的图拿着说了一下，陆南和顾庭云也彻底地听懂了沈清的计划。青青，那你休息吧，我先带着他们去找个客栈。去凤记吧，那边的房间大一些。陆南点头，带着顾庭云出去了。他们出去后，沈清赶紧站起来，在地上走了一会儿，一边走一边思索自己目前手里钱够不够庄子上的折腾。这样一细算，他头大了，不够。晚上回到屋内后，陆南要去打热水，让沈清洗漱，沈清却一个意念带着他进了空间。青青，不洗漱吗？怎么进空间来了？我们从今日开始得继续种田了，那边还有一些没有翻过的地，我们要翻一翻，还要浇一浇水，把地弄得湿一些，弄成适合育苗的田地。过几日要育苗的。哦，对，等他们开出来土地了，我们就得在庄子里边开始栽种了。只是青青啊，你说那庄子上的田地刚开始适合我们种菜，万一今年没种好怎么办呢？等他们翻好土地后，我们还得上营养肥料，还得用空间的灵泉水浇一次地，改变一下土质。别急，慢慢来吧。30多亩的田地也不是1年内就能全部都种上的，他们又得帮助我们开田地，又得在山上也一点点布置，怎么也得几年的时间。我知道了，以前那么散漫，这突然一下子这么多事情需要做，我一下子也是有些紧张了。你是怕你做不好让我失望吗？有些不好意思的点头，轻轻地嗯了一声。傻瓜，我们有1辈子的时间来做好每一件我们想做的事情。我都说了，这个庄子5年内能建成我计划的样子就很好啦。好，我知道了，我会按部就班的去做事的，不会再急躁的。沈清为了让他安心，又带着他去了放营养肥料的仓库看过。看，我们还有这个，我每年才上1次肥料，这里有很多，我们到时候可以拿出去改善1次我们庄园里的土地。到时候我们在田间多打几口井，我把空间里的灵泉水注入到井里，改变一下水井里的水质，看看到时候有没有用。好，陆南点头应下。之后他们2个人不再聊天，去了田里干活。今天是正月14，明天是正月15。陆南安排完沈海的事情后，回到厅堂内时，就见到沈清跟凤馨儿正在招待一个年轻人。白少主请坐，这是我夫君陆南。阿南，这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白家镇上的白家少主。陆南和白歆互相拱手一礼，算是打了个招呼。如果白少主没意见，我们就这么定下了。那就这样吧。那今日我们就说到这里啊。既然陆公子回来了，我们也就不说公事了。改日你们去白家镇那边，我们具体仔细谈啊。陆南听到这话，一顿看向了沈清。没关系的，你们俩正好可以熟悉一下我们家的生意，以后我夫君也会参与的。白歆赶紧应了一声好。白少主看中了我的指甲油配方，提出了与我们合作，把这个东西由白氏做出来，推向全国各大胭脂铺。他提出了2个合作方案，我们提供配方，他们提供材料，负责做出来。将来卖了的利润2/8分，我们拿2成，有6成的成本，我们两边各赚2成。不过我和馨儿的意见一致，我们拿3成，因为指甲油的成本最多4成。还有一个合作方法，就是他们出钱买我们的配方，不过我拒绝了。你做主就好。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凡事都听媳妇的语气。白少主挑眉，不禁多打量了他2眼。第一眼看到这个男人，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强势很爷们儿的男人，他还以为他是那种大男子主义的男人，却没想到这男人在他媳妇面前竟然是这样。最近我们忙了点，你先管建庄子和家里盖房的事情。白少主这边我还能交涉几个月，等我行动不便时，你正好也腾开手了。陆南点头应下。哟，沈姑娘为什么行动不便啊？陆夫人。陆南突然说了一句，沈清一顿，噌的一下看向了陆南。凤馨儿愣怔了一下，突然手捂着嘴笑起来。抱歉，实在下口误了。
没事，以后记得就行了，叫陆夫人。青青在外面行事也方便一些的。对，还是陆公子细心啊。说实话，这一些年我打交道的女子不多，还是忽略了这个称呼。白少主中午就在这里留饭吧，我们喝2杯。陆南觉得这个白少主人还不错，打算和他深交一下，以后和白家往来的事儿他多去跑，青青也可以少操些心。陆夫人方便吗？可以的，没什么不方便的。不过我们家里就是些粗茶淡饭，白少主若不嫌弃，欢迎留下。我们家里啊，也都是一些粗茶淡饭，我平时吃的也都是我妻子做的饭菜。听说白少主和白夫人很恩爱。她是一个很温柔的女子，以后有机会带她出来走一走，你们认识一下。沈清点点头，那你们俩喝茶聊天吧，我去帮娘做饭。沈清站了起来，招呼了一下凤馨儿，两个人出去了。哎，对了，陆公子，你之前说你夫人不便是？白昕是打算和沈清长久合作的，他有什么问题还是要问清楚的。她有身孕了，年前得知的，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传出去，就是亲近的几个家人知道。今年呢，我们的事情是有些多的，我不可能时时在她身边，担心她会有什么危险，就决定3个月前不说了。我明白，我也是过来人，那我就多迁就陆夫人一些。过几日啊，我带了东西过来，跟她研究配方啊。麻烦白少主，你方便我们也不会让你吃亏的。我们是初入行的生意人没错，经验可能不多，但是我们对做生意的热情和诚意是绝对足够的。以前呢，我夫人并没有过与别人合作的想法。与凤小姐的这个合作的事呢，是因为凤小姐是她最好的姐妹，所以呢，您这边能得到她点头合作，您的人品肯定是经过我夫人认可的，她看人是从不会看错的。所以白少主，希望我们的合作也能够愉快。陆南一席话说的诚意十足，也警告意味十足。陆公子放心，这个合作那是我找上门的，我自然也是诚意十足啊。陆南点头，两个人又说起了别的事情来。白昕觉得这陆少甚至是有些谦虚了，就沈清那老练的手段哪像个新手，和他谈判时可是丝毫不相让的。对了，星儿，你知道杨柳儿是怎么回事吗？他说起杨柳儿，凤馨儿双眼里冒出了八卦的火苗来。你也知道杨家的事情了？知道了一些。青青，你知道我娘为什么和杨家伯母一直不对付吗？为什么？因为我娘发现了杨家伯母的龌龊事，杨伯母怕我娘说出去，就在我家派了个卧底，抓了我娘的一个把柄，威胁我娘。两个人也从此翻脸了。其实这件事也关系到柳儿的身世，柳儿其实是柳儿的爹和他大伯母生的，你想不到吧？沈清一愣，不敢置信地看着凤馨儿。是真的，我娘有一次跟我哥哥悄悄说，被我听到的，但我一直不敢告诉别人，就自己心里憋得难受。今日可算是告诉你了。凤馨儿说完是舒坦了，但是沈清却难受了。对了，青青，你刚才说柳儿是什么事啊？看你的样子，应该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吧？沈清点头，把正月初3那日他们来时带着杨柳儿来。杨柳儿在后院拦住陆北说的那些话，都跟凤馨儿说了些。星儿，我觉得上一辈子人做错事，错的不是那个孩子，可他们如果是真的想报复在柳儿身上的话，那柳儿是不是太可怜了一些？可是虽然我们知道柳儿可怜，也不能真的拿阿北一辈子的幸福去淌杨家这洪水。况且我们阿北已经有看中的人了，自然是不愿意的，还得躲着他。你说作为柳儿的好姐妹，我们是不是得救救她呢？凤馨儿吃惊地听着这个消息，愣怔地想了一会儿。我知道了，青青，我们还真得帮帮柳儿。她大伯大伯母虽然在外的名声是对她很好，而且在杨渊和杨艳面前也表现得对这个侄女很好，但是背后你想也能想到，杨柳儿的存在在那个家里，哪一个人看到她不会膈应呢？据说当年她娘是死于心急，我爹娘猜测她娘应该是知道真相后被气死的，而这些年杨二叔一直没再娶，估计也是有特殊的原因。至于这个特殊的原因是怎么个特殊，凤馨儿和沈清对视了一眼，两个人有一种都突然间懂了的感觉。那我们要怎么帮？我原本是想着让你悄悄跟凤大哥说一下，看看他能不能提醒一下杨渊，看看他能不能帮帮柳儿。但现在柳儿是这么个身份，加上你娘还知道人家的秘密的话，我觉得凤大哥大概是不能牵扯到这件事里去了。你现在是孕妇，好好休息，这件事我来处理，放心，我们兄妹俩不会牵扯进去，你等着看杨家的好戏吧。青青，我要回去了，我答应我娘中午回去吃饭的。不是说了在这吃饭吗？不了，白少主吃完让他自己回去就好，接下来的事情他估计还会来找你，我就不管了，只等跟着你赚钱就好。好，知道了。大哥，七妹，我们到了吗？到了，今晚都先好好休息一下，明日带你们去拜见姑姑。好，先说公事，再说私事。宁莹坐下，靠在椅背上，看了两个手下一眼。我们的人之前本来查到了一点顾庭云的行踪，但是我们的探子前几日去到那个破山头时，已经人去楼空了。是不是我们的人暴露了行踪？这个有些不确定。按说呢，我们派出去查探消息的暗卫隐匿功夫是绝对一流的，
那看来这次的辛苦居然又白费了。罢了，再让人去查下。是，世子。去查周家跟陆家那边的还没消息吗？有，周文深今年过年竟然没有回京城，不知道是身上伤势严重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而至于陆家，我们找到了他们曾经住过的一个村子，只是那村子里的人对他们的印象也只限于他们家几个人口，是男是女，我们也是从人数上判断应该是他们一家的。但是他们也搬走了，这个线索又断了。是，世子。知道了，你们去忙吧。是，世子。陆战清啊，陆战清，你跑的倒是快啊。当年陆家的事儿，他没有来得及出手挽救，就发生了。等他回去京里，哪儿还能找到陆战清呢？正月15元宵节，在昨天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看到有几辆挺豪华的马车从镇子北镇口进了镇子，但是没进镇中间来，而是去了湖北边那几处庄园里。好几辆马车？是。说马车那倒是跟普通的差不多，但是一看那就是特意装扮成那样的，看着就要比一般的大一些，还要结实一些。陆南点点头，那肯定是远路而来的。镇北那3处庄园到如今也是没人知道那是谁家的庄园。以前我们在京城的时候也没有听说过哪位大人在这个地方是有庄子的，不然我也不会带着我娘他们来这附近住下来。要不今晚我去查下。先别打草惊蛇，既然他们昨日才来的，那这几日应该是守卫最森严的时候。如果是朝里有实力的人家的，很容易暴露了我，不让他们知道这镇子上还有对他们有想法的人，就会更加的严厉防范。只安排一个机灵点的兄弟远远的盯着那边，看看出入的马车会去哪里，我们慢慢的查。好在这里不是京城，我们没有急着要达成的目的，我们只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家人，对不对？好，知道了。明天庄子上就要开工了，大家这2日都好好的休息了吧？那全部都在休息啊。我已经带着何九他们把锄头、铁锹、小推车那些东西全部都已经买好了。明天你跟嫂子也是要去的吧？去的。是自己人就快去追，有个姑娘被坏人给带走了。宁莹一听，黑暗中只看到这是一个少年。谢谢，你小心一些。说完，宁莹飞身向前追去，看到巷子口又跑进来几个人，这追来的是顾庭云带着的几个人。看到陆东跟人在打斗，他赶紧上来帮忙。说，你们到底是谁？你们绑走的姑娘又是谁？哎呀，三弟弟啊，你这样是逼供不出来的啊！看看哥的。说着话，脚上一个用力，就听咔嚓一声，那人的小腿顿时骨折了。顾大哥好狠啊！而顾庭云却不搭理那惨叫的男人了，转头问陆东：怎么回事？你怎么突然往这边来了？我刚才陪娘在那边看花灯的时候，隐约听到后背有人喊了我一声，但是我一回头，我又没有发现人。后来一转头，就远远的看到好像是有个姑娘被人捂着嘴给拖走了。我觉得会不会是大嫂在镇上那些朋友们呢？他们经常去我们红妆店里买一些胭脂水粉，跟我也是认识的。人呢？用不用我们去看看？不用了，我们回来了。他们身后，宁莹扶着宁七走来。顾庭云听到这声音，顿时浑身一冷，竟然是宁莹。我们走吧。说完，他拉起陆东，转身就往巷子外面跑。陆东，你跑什么？哥哥跟他说，是一个少年追来了，才拖住了坏人的脚步，他才能及时来救的。宁七立刻就知道是陆东看到了他被拖走来救他了，他很开心。陆东一听宁七这一声大喊，顿时站住了脚步。他想起这个声音是谁了，那个假装成小公子的姑娘，他记得好像是叫宁七。既然人没事儿，咱们就先离开。顾庭云低头对陆东说了一句，招呼了一下自己的人，直接用轻功离开了。他们刚出巷子，碰到了用轻功在屋顶上从远处疾飞而来的陆南。先回去再说啊！顾庭云落在陆南身边，低声说了一句。回到院子里后，你们先进屋吧，我去周围看一下。老大，没事的，他没来追我们，估计是这带的人不多，你们去商量事儿，我带着弟兄们在附近警戒一下啊。陆南点点头，带着他们直接去了厅堂内。此时陆东的脸上还是一副茫然的样子。怎么回事？你刚才去做什么了？陆东就把刚才对顾庭云说的那番话说给自家大哥。所以你救下了人吗？我拖住他们的脚步，他们那边的人也追过来了，然后就去把人救回来了，人没事。假如今日这是一场别人针对我们家的阴谋，就是引你出去抓你，同时呢，也是一场调虎离山之计。趁着你离开，有人会对娘他们下手，你可想过后果？陆东一下子愣住了。
我没想那么多，我以为被抓走的是大嫂的朋友。我听到那一声喊我的名字的时候，好像是像一个姑娘，我回头就看了一眼，看着也像是个姑娘在跟我求救。陆南瞪着他不说话了，提到青青，他瞬间没脾气了。她也是好心嘛，而且也确实因为是她，那姑娘这才得救的嘛。只是有件事就有点麻烦。什么意思？你救的那个姑娘确定认识的吧？叫什么？我听到她喊你名字了啊。顾廷云扭头问陆东。刚才我听出声音来了，就是上次在府衙大堂上给我们作证过的那个宁七。宁七那个假小子？陆南皱眉。她今日是姑娘打扮，她也认识我，这才会喊我的。宁七？哎呦，怪不得呢。战青，你知道我听到那个去救宁七的人是谁吗？谁？陆南心中突然有了一种很不好的预感。宁莹，宁王府世子啊！什么？他一说完，陆东怪叫了一声。宁七，宁莹，我早该想到的。宁王府的郡主叫宁婉容，排行第7，她家人私下也是喊小七的。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那个去了湖北边院子里的是宁莹和她的妹妹。陆南看了他一眼，没说话，这意思很明显了，就是宁莹。大哥，顾大哥，你们的意思是，以前帮助过我们的宁七是宁王府的小郡主啊？以前在京城的时候，你也没跟他们打过交道，没见过他们，所以没有认出来是很正常的。而且那时候宁七应该还没有被封，但是今后要注意一些，宁家是成王一派的，而成王是我们的仇人，宁家我们是不能往来的。是我知道了，大哥。好在今天他也算是救了宁七，上次他帮自家的恩情算是还了，不欠他的人情了。老东，你们先去休息吧，我和你顾大哥商量一会儿事儿。是大哥。那明日我们的铺子还正常开吗？不开了，20后再开吧，不急。遇到这种事儿，自然先得把事情弄清楚，得知宁莹来这里的目的再说。是大哥。厅堂内，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去那处庄子探上一下去。探什么呀？他应该很快就找上门来了。陆南头疼地揉揉眉心。我带着阿东跑了，他应该是没有认出来我吧？你知道宁王府的儿女为什么能早早的就得到世子和郡主的封赏吗？外面不是都在传是成王促成的吗？那只是成王想让外界那么以为的，而实际上京城的4大异姓王和3位国公府其他几位的脑子加起来也没有宁家人好。老大，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你这是在夸我们的敌人是吧？用我来夸吗？宁王的聪明，只要是有脑子的人都能够看得出来的。宁莹和宁七的世子和郡主封号是宁王算计来的，而且在当年，我记得我爹跟我说过一句话，宁王是一个真正老谋深算的人，要防。宁莹如果没有几下子，怎么可能拿得下武举状元？你以前不是经常说是因为你没有参加武举，他才能够拿下武举状元的吗？陆南无语地看了他一眼。全国就一个陆战清，但是除去陆战清，学武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吧？他能够拿到武举状元，你能吗？我记得你也是参加了的吧？顾廷云顿时被对得无话可说了。沈清听到宁七竟然是宁王府的小郡主后，惊讶地看着陆南，那个可爱的小姑娘竟然是这么贵重的身份，关键宁王府是他们陆家的仇家，一时间沈清倒是有些无语。那小郡主我看着也不坏，你不用把她想得那么坏，宁莹也不是十恶不赦的，宁家只是投诚成王，真正对我们陆家和顾家动手的是另有他人。沈清心里松了一口气，说了一会儿话，沈清就开始犯困了，陪着他睡着后，他才起身去了外面。以他对宁莹不算多的了解，也能猜到他很快就能查到自己住哪里。果然，临近子时，他在院子周围布下的阵法被人触动了，他噌的一下就上了一棵树，看向院子外面周围，很快锁定了院子后面。宁莹在靠近这处院子时，根本没想到一个普通百姓的院子还会布有阵法，总算是找到了。看来是陆战清那个变态在这里没错了。只是还没等他破阵，突然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气势逼近的，他赶紧转身飞身离去。到了山上，陆南停在了他的10步远处，淡淡的看着他。陆战清，你真会藏啊你！老子找了你整整6年。我不跟狗说话的。你是野狗。滚！不是狗的话，你投靠那个阴人吗？你倒是消息够灵通的，那你怎么就不知道我在找你啊？老子成亲了，老子只爱我媳妇儿。陆战清，这么多年过去了，个头都长了这么多了，你的脑子就一点没长是吧？放心，老子也只爱我媳妇儿。我头脑再简单，功课也比你好。你不止头脑简单，还4肢发达。你找死啊！
你不止骂我狗，还骂我猪。我跟你说，今天这架是打定了。宁宁手腕一翻，提掌冲向了陆南，一边快速回招的陆南，一边在心里吐槽了一句：其实他就是想提醒的，小时候他比自己胖的事儿。荒凉的山头上，正月15月亮的月光照射下，两道身影翻飞，谁也不让谁的对战着。喂，真的不再回京了？你找我干什么？我们是仇敌吧？不是。证明皇上要动成王了，需要一个内应。所以你找了我6年，就是想让我回去做内应的。我又不傻，杀父之仇迟早我会报的。宁莹嘴角抽了抽，懒得搭理他。这小子有的时候确实比我都聪明，但在勾心斗角的事情上，他总是少根筋，就跟他爹一样，简直就是一帮莽夫，不可理喻。任务？什么任务？找到你跟顾庭云是我父王给我的一项任务。你们想把我陆家和顾家斩草除根，向成王投诚吗？投你个头！找你们俩结拜。结拜你个头啊！老子不跟狗结拜的。你媳妇儿知道你背着她原来是这样一个脏话连篇的莽夫吗？粗鄙不堪。宁莹嫌弃地瞪了陆南一眼，扑哧一声，两个人身后传来了一声笑声。两个人噌的一下回头，就看到顾庭云正手里提着一把剑，慢悠悠地走来。没想到啊，你们俩原来是在一起的，怪不得我的人分开找不到你们呢。老子问你一句话，顾家的事情不是我们宁家做的。宁莹知道他们要问什么，你告诉我是谁做的，我就信你。你们可知道，在成王的背后有一对暗龙卫，他们专门为成王去做见不得光的事。证据，暗龙卫的人使用的武器都是统一的黑刃龙纹剑。这么说，是先皇给他的。宁莹看了他一眼，点头。一时间，三个人无言。为什么要和我们俩结拜呢？我们关系很好吗？我记得小时候我们还打过架的吧？我哪知道我父王的意思，让我暗中进行。哼，当我们俩好骗吗？如果成王的人找到我们的话，我就剁了。话落，和顾庭云转身走了。宁莹看着两个人的背影，有些羡慕。陆战清和顾庭云的人品是他父王都夸过的好人品，他父王只让他找到他们俩，和他们结拜，保证他们不会死。父王认为这两个人是最合适做他左膀右臂的人。正月16，幸福山庄开始动工。娘，我告诉你个秘密，你想不想知道？什么秘密啊？有人喜欢二哥。真的？谁家姑娘啊？周氏看到陆东又不说了，伸手拧住了他的耳朵。臭小子，逗你娘玩呢！说是谁？娘，陆东赶紧从老娘手中拯救自己的耳朵。说不说？陆班和周丽两个人捂着嘴靠在一起，看着娘制服三哥，偷笑着。妹妹们，救救三哥呀！是杨柳儿姐姐，是罗大夫的小女儿。兄妹俩说完话，一下子空气凝固了。怎么回事？你们俩说的不是一个人呢？兄妹俩也惊到了，赶紧对视了一眼。罗梅姐姐。兄妹俩说完，再次对视，都露出了嫌弃的表情来，太没有默契了。阿北，到底怎么回事啊？阿北，到底怎么回事啊？陆北耳根子都红了。娘，你别听他们胡说，别人喜不喜欢我怎么能知道啊？对，说的有道理。那你喜欢谁？你总知道吧？你妹妹和你弟弟说的这两个人，你喜欢哪个呢？娘，外面冷。臭小子，别给我转移话题。你要是不说，我就问你大嫂去，她肯定知道怎么回事。周氏哼了一声，不问他了。这小子直肠子，但是嘴巴很牢靠，他不想说的话死都不会说。他们中午回家吃饭时，沈清要去帮忙，被周氏赶了出来，说让他回去休息。沈清无奈的笑笑，也就回屋休息去了。陆南送他回屋，安置他睡下后，他就去帮周氏做饭去了。阿南，青青每日看着不精神，要不你去看看哪里有卖牛乳的，每天去买几斤回来给青青喝一些吧。我觉得她是不是营养跟不上啊？行，我下午呢去询问一下。娘，每个女子怀孕初期都是这样的吗？陆南看着沈清说正事时很精神，一旦事情说完，他就会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他心里担心，也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娘那时候也只有怀你时是这样，怀他们几个时是很精神的。陆南默默地做着手里的事儿，被娘说的他更担心了。就在这时，凤馨儿和骆成风也来了。陆南眼前一亮，真是不错，想他就来了。青青，我来了。沈清已经坐起来，失笑地看着他，又看了骆成风一眼，两个人看上去很开心的样子，看来是被凤家二老接纳了骆成风了。青青，你过来，先让成风给你把脉看看。沈清点点头，下了地，过来榻上。良久，骆成风总算是放开了沈清的手腕。老陆，多给嫂子吃一点带营养的东西。陆南心下一沉，怎么回事啊？青青最近总是发困，早晨起来呢，吃完早餐不久之后就又有些困了。对于孕妇来说，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有的人会，有的人不会，有时候缺了营养也是会这样的。骆少主，
可是我觉得按我每天吃入的东西，应该是不缺营养的呀。不，你缺了。你现在就是一个人吃东西，给3个人或者4个人提供正常的营养。什么3个人4个人的？青青和肚子里的孩子不就是2个人吗？什么意思？你是真的很厉害，嫂子肚子里不止1个孩子，至于是2个还是3个，我现在确定不了，只能从脉象上来看，确定不是1个孩子就是了。什么时候能确定是几个呢？等到怀孕4个月之后，肚子大起来，孩子在有了意识以后，我就能探查清楚究竟是几个了。啊，青青，你好厉害，一下子怀了3个。这根本就不是好消息。不说青青怀孕期间辛苦，就是生的时候也是生死劫难呢。他可是听说过，生1个孩子也有孕妇会丢掉性命，别说这2个或者3个了。程峰，那怎么办？青青会不会有危险？没事儿，既然怀上了，还能半路拿出来不成？那我就只能努力锻炼身体，让自己的身体素质更好一些，多吃带营养的东西，给孩子们吸收营养。放心吧，没事的，没事的。来，多坐。安南，去泡茶。沈清抓了一下陆南的手，安慰他。相信我，没事的，别自己吓自己。我下午就给自己安排一个营养食谱出来。陆南低头看着他冲着自己笑的温柔，心里柔软一片，轻轻地嗯了一声。你们俩的事情怎么样了？我跟我爹娘说了，我爹娘没打骂我，也没说别的，只让我昨日带他回去一起过了个元宵节。我爹娘对他也很好。凤家的伯父伯母对我很好，还询问了一下我家的情况。恭喜你们。那你们接下来准备怎么办？要回去你家那边说一下这个事吗？是要回去说的。凤家伯父伯母说他们18日内日去广陵城，我跟星儿跟他们一起去。去了那边以后，我会回去说一下这事。我想今年成亲。这话骆成风是对着凤星儿说的，凤星儿被他一句话说的又红脸了。恭喜恭喜！那你们成亲之后也尽快要孩子，以后我们的孩子也可以继续一起玩，还做朋友。嫂子，你们今日没开门，这周围开了铺子的人们啊，都快被你们的顾客给烦死了。怎么回事？可能是想去买胭脂水粉的，结果你没开门，人们就去左邻右舍去问，还有人跑到我那儿去问啊，估计知道我是认识的。问什么时候开门？对啊。那就明日开吧。不行，说好20就是20的。这几日呢，你好好的在家里边休息。沈清无奈一笑。好吧。凤星儿和骆成风又陪着他们说了一会儿，嘱咐了沈清一些注意事项后才离开了。晚上临睡前，陆南出去了一下，一会儿回来，手里端着个大碗。什么东西啊？青青，来把牛乳喝了再睡吧。你这哪里来的？我出去问了好多人的，才问到这个镇上有一家卖牛乳的，娘下午告诉我的，说呀，得让你喝这个。那我喝了。沈清也没有客气，端起来喝了。喝完后他还打了嗝，陆南被逗笑了。要是觉得有些不舒服的话，在地上走走再睡。我们去空间吧，我在空间里走一走。我现在得多吃蔬菜，尤其菠菜和芹菜这些得多吃。我们空间储存的蔬菜不多了，你再去种一些菠菜吧。行。陆南插好门，被沈清带着进了空间。沈清给他找出来菠菜的种子，陆南去种菠菜，沈清就在地边上溜达。突然他发现草莓地里有一颗红色的草莓，他走过去蹲下，仔细地看了一下，露出了笑容来，竟然好几颗已经红了。他挑了几颗摘下来，去洗了一下，尝了尝。真甜。怎么了，青青？闭眼，张嘴。陆南看着他一脸坏笑的样子，突然浑身一热。莫非青青要……想到那个可能，他配合着闭上眼，等着他香甜温热的唇贴上自己的，谁知却突然感觉到嘴里被塞进去一个东西。陆南一愣，睁开眼茫然地看着沈清。不是要亲自己吗？什么？咬碎，尝尝是什么味道？甜的，还稍微有点酸。什么东西？草莓，这几颗熟了，被我摘了，好吃吧？好吃。这也算是水果吗？还是算蔬菜呢？你多吃一些的。是水果。张嘴。放心吧，我今日已经吃够了需要吃的水果。沈清笑眯眯的又喂到他嘴边一颗让他吃。陆南顿了一下，看了一眼他纤细白净的小手，低头直接就着他的手吃了，还顺便亲了一下他的手心。亲完，一脸痞笑的看了沈清一眼。沈清无语的望着他。别聊骚，最后难受的是你自己。陆南默默的不敢撩逗他了，撩起了火。最后难受的可不是自己吗？青青，我问过程风的，他说3个月之后我们是可以的。陆大公子，我发现你一个秘密。什么秘密？陆南疑惑的看他，诧异的问道。你只要在空间里就会很骚气，怎么回事啊？难道是因为你觉得在这里没有外人会看到，放得开？
难道我在外面的时候没有这样过吗？他低头狠狠地在他唇上偷了个香，才一本正经地回答：闷骚男，走吧，回去洗漱吧，你一身的泥。陆南应了一声，两个人回到了屋内。我们今晚在这里睡吗？我想让我们的孩子从胚胎起就多吸收一些灵力。胚胎？幼胎吗？两个人都躺下之后，陆南的大手放在沈清的腹部，轻轻地抚摸着，直到此时静下心来，他在想青青这肚子里可能是2个或者3个孩子，都觉得有些玄幻，有些不真实。青青，想到你肚子大起来的样子，我突然间就有些害怕了。突然轻声说了一句：别怕，车到山前必有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尽我们的全力做到最好，结果就只能看命运了。青青，我不信命的，我只信你。你记住一句话，只要你在，我就在。胡扯什么呢？我们都会好好的，别这样。你这心理阴影这么大，不会是小时候看到别人生孩子丢掉过性命吧？沈清感觉到他的紧绷，突然想起一种可能性，谁知陆南点了点头。舅舅，在现在这个舅母之前呢，还有一个夫人来着，只是成亲后就有了身孕，结果生孩子的时候是1尸2命。我记得舅舅难过了2年才振作起来，那时候舅舅还在京里做事，没来广陵城呢。怪不得呢。那时候你几岁？4岁吧。在那一日，我跟娘本来是欢欢喜喜的回去，等着见小弟弟小妹妹呢，结果就看到了一盆一盆的血水端了出去，最后是噩耗。那时候娘还只有我一个，还没有怀上阿北呢。沈清听着沉默了。是啊，在这个时代生孩子真的是一个生死劫难。后来我才听娘说，舅母肚子里不是1个，而是2个孩子。一下子沈清也是浑身一僵，怪不得今日听到她怀的可能是多胎，婆婆和陆南的反应都那么大，脸色都不好看。别担心，我是不一样的，你忘记了吗？我有空间呀，空间里的灵气对于我的身体来说有很多的好处。以后我多吃空间里种出来的蔬菜，多在这里睡觉，就是生的时候也不会有问题的。现在心里好受了一点吗？睡吧，往日这时候啊，你都睡着了，对不起，是我让你操心了。陆南亲亲他的额头，让他睡觉。沈清嗯了一声，往他怀里钻了钻，闭上眼睡觉。陆南这一夜却是难以入眠。第2日，沈清睡好了，人很精神，想着去卢家看看外公外婆和舅舅舅母他们。青青，你还不知道吧？杨家出事儿了啊！出了什么事儿？他以为是杨柳儿的事儿，就杨家分家的一个儿子，不知道惹了什么人，被人大卸八块扔回了院子里，直接把那个当娘的也给吓死了。那个当爹的报了案，据说昨日一天镇城都在忙他家的事呢。大卸八块？那杨家的小子是做什么的？得罪了什么人吗？说起来，杨家那个小子也是个不走正道的，腿被人打残，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后来书也没能读，就在镇子上瞎混。这一次他死了，镇城也怀疑是不是柳家报复杨家才这样做的。这不，镇上这些个与杨家柳家交好的商人们都被叫去府衙问话去了。所以舅舅和表哥这2日就是在忙这事儿。是啊，虽然那杨家的小子是个二流子，坏了一些，但是被大卸八块这么惨绝的死法，这镇子上已经很多年没出现过了。所以啊，这一次的事情好像也有些复杂了。确实死得挺惨的。那杨家主家那边是什么态度？杨家家主就住在府衙了，让镇城一定要破这个案子。我觉得这个事情怕是难办了，对方杀了人还敢明目张胆地把尸体扔回去，应该是给杨家警告，而不是怕被查出来。沈清想了想，也觉得是这么个理儿。不会是宁莹下的手吧？莫非这个杨家的瘸子就是那会儿掳走了宁家小郡主的二溜子们的老大？这么一想，倒是解释得通了。看来这小子确实在意他这个妹妹，下手够狠。回到家后，阿南，那件事儿是那位宁世子做的吧？我猜的话应该是他，不然这镇子上的人谁能做出那种心狠手辣的事情来？你忘记了吗？15之前咱们可是租了几个院子，安置了30多个土匪在镇子上住下呢。你说万一有人把这脏水往顾庭云他们身上泼，你要如何应对？顾庭云他们是分批进镇子的，以前他们在青云寨的事也不可能会有人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了，我嘱咐顾庭云一下，让他安排那些人的嘴巴紧一些，别把自己是青云寨来的事情给说出去。如果这个火最终烧到顾庭云他们的身上，那么这事儿就肯定是宁莹做的了。他若是敢对我们出手，我也必定会叫他后悔。毕竟他的妹妹是我们陆东救下的。如果宁莹敢不仁，
就别怪他不义。我也就是这么多想一下，我也不希望看到那样的结局。毕竟我对那个宁七印象还不错，不想传出去他被二流子掳走过的流言。这种事情想来对京中那些贵女们来说也是致命的吧，尤其宁七还是个郡主。那是肯定的。如果这样的事情传出去的话，那么宁七在京城那些王权贵胄的面前就失去了清白，想要嫁进哪家做当家主母是不可能的了，甚至嫁嫡子都是难的。京城那些虚伪的东西联姻时呢，最看重的除了他们身后娘家的身份之外，就是女子的清白和名声的。沈清点点头，这一点能想象得到。陆战清，我突然间觉得你能娶到我，还真的是撞了大运了。那是我们陆家的祖坟冒青烟了。扑哧一声，沈清忍不住笑出声来。虽然他不知道自己那句话的真正含义，但是他这小心翼翼接话的样子逗笑了沈清。镇北湖北边的青宁庄，哥哥，你找我？坐吧，还害怕吗？不怕了，我今日想去找沈姐姐染指甲，她的铺子却没开门。陆战清的媳妇儿没去开铺子呀？那就明天派人过去看一下吧。等确定他们开了门以后，你再过去。是，谢谢哥哥关心。对了哥，我问你个事儿。说。那个辜负破不了案子的那几个人，是不是哥哥为我报仇做的？宁莹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笑笑。小七可以什么都不用管，只管每天开开心心的就好。哥哥喜欢看着小七每天开心快乐的样子。宁七看着哥哥的神色，知道他已经问到了他的底线边缘，只能转移话题，说起了别的事。等宁七离开宁莹的院子后，脸色沉了下来，转身走向宁婉瑜的院子。他已经知道了，这次对他下手的就是宁婉瑜。主子，在武小姐的院子里抓到了一个男人。宁莹正在写字的手一抖，爷，过来看一下，这个人是谁的人？眨眼间，屋内出现了一个黑衣人。成王的人。宁莹冷哼一声，宁婉瑜竟然私底下跟成王勾结了。看样子是他，应该不只是他，他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还有他的姨娘和他姨娘背后的娘家。宁莹冷笑了一声，野心倒是不小。那我就不能让他回到京城了，路上找个机会把他收拾了吧。成王派人来这里见他，肯定是给他安排了任务。是，少主。这个人带出去处理了，给他换身衣服，易容一下扔到府衙去，留个字条，就说是杀杨鬼子的凶手。影嘴角抽了一下。是，少主。晚饭时，明日我们回京。这么快？哥哥，我还没见到沈姐姐，我还没见到陆东，我还没说感谢呢。你很喜欢那个陆夫人？为什么？不知道，就是看到她就觉得亲切，想要和她说话，想要待在她身边。哥哥，你说我是不是上辈子是她的妹妹呢？宁莹嘴角抽了一下，低头吃饭，不想搭理他了。真的，哥哥，我不只喜欢沈姐姐，我还喜欢陆东呢。她可聪明了，又长得很好看，她的眼睛很干净，比京城那些公子哥们的眼神都干净纯洁。那就等他们开铺之后，哥哥陪你去看他们一次，然后再离开。谢谢哥哥。青青，阿北定下亲事了吗？还没呢，我婆婆说等房子盖起来，也该给阿北说个亲事了。只是我们家才来村子里1年多，根基很浅，不知道好不好说亲事。罗大夫张张嘴要说什么，又没好意思说，一双眼睛就求救般的看向老太太。这不就正好嘛，给阿北和罗梅牵个红线，他们呐也算是知根知底儿。罗大夫也认识阿北，你婆婆也认识罗家人，总比从外面找个不知根底的人家结了亲，让孩子们过得不开心。罗大夫，你看呐，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得上我们阿北呢？阿北啊，不错啊，是个好孩子呀。从他们来了以后，我就看得出这陆家的这几个小子都是不错的呀。没想到六爷也跟我一样有眼光。他既没一口答应，也没有不答应。是的呢，好小伙子可是不愁亲事的。青青，你说你铺子隔壁那家面馆的老板总去你那边跟阿北说话，是不是他家丫头看上阿北啦？可能是吧，我看到那姑娘见到阿北去吃面时，脸都红了呢。罗大夫一听，心里有些急了，但他不敢拿女儿一辈子的幸福冒险。他的女儿心里喜欢陆北的事儿，他早就看出来了。因此，罗大夫并没有立刻告辞，而是找老太太单独说话去了。罗大夫再拿巧，在老太太面前也得弃械投降，最后乖乖的都把自己的意思说了。有了老太太的做媒，陆北的亲事就这么开始提上了日程。正月20，主子，开了，那两个铺子都开了，走。宁莹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兴奋。咱们去秦小七。当宁莹带着宁七兄妹俩到小吃店，一进门就看到这屋子里坐满的人，都惊呆了。不是刚开吗？就这么多人来吃了？陆南从后面端一个长条木盘进来，一眼就看到地上站着正环视店内的宁莹和宁七。宁莹摸了摸鼻子，对宁七道：你去柜台那边等着吧，哥去跟他说几句话。好。宁莹跟在陆南身后去了小院子里。
胡说，你还挺像个跑堂的呀，这几日怎么没开门啊？你怎么还没走？哼，要不是我妹妹非要亲自跟你弟弟道谢，还要让你媳妇儿给她染指甲，我会留到现在吗？真是一直等着你开门呢，一直不开。哼，我可不像宁世子那么闲，我们的事情这几天多的都顾不上来开门了。宁莹跟着他走进了厨房，就看到厨房里干干净净的一个身材娇小的女子正站在灶台前捞粉条。青青，宁世子和他妹妹来了。厨房不干净，宁世子还是去前面与詹青说话吧。他在宁世子的面前没有卑躬屈膝，更没有老百姓见到贵人的惊讶和惶恐。宁莹心里已经高看了沈清几眼，这姑娘是个人物。佳妹小七就是之前帮助过陆夫人的宁妻，本来我们3日之前就该回去的，但是她坚持要见你一面才走，没办法，这几日我们就一直在等着你们开门啊。也不知道陆夫人何时方便见一下我妹妹。宁妻，小郡主，你就当她还是你以前认识的那个小姑娘就好。我认识她时，她是个小公子。你们夫妻2个这么聪明，我就不相信你们没看出来她就是那个小姑娘。沈清听到他这话倒是笑了。我现在有些忙，等一会儿吧，店里人不多时我会出去。说完，沈清继续煮粉。听明白了吗？他转身出去，宁莹也跟着去了铺子里，跟宁妻坐在柜台里等着。陆南也懒得搭理他们俩，他这里忙着呢。沈清进来时，沈姐姐，我可算见到你啦！我是宁妻，你还认得我吗？我上次骗了你，其实我是女孩子。我知道，我上次就看出来了，谢谢小郡主上次帮忙。哎呀，沈姐姐，你干嘛给我行礼啊？上次那都是小事啦。陆占清，给我来4碗酸辣粉，你也会做吧？陆南没搭理他，自顾自地收拾自己的东西。沈姐姐，我见到我表弟他们那种好看的指甲油了，我也想要，可以吗？沈清看到他手指上还是以前那种颜色单一的，没有上过图案，失笑。原来他是因为这个要见自己。好，我带你过去。阿南，我带着小郡主去那边铺子里。好，你小心些。陆南嘱咐了一句，看了一眼他的腹部。宁莹顺着他的视线看向沈清的腹部。哦，看来这使他的媳妇儿怀有身孕了。那我们也跟过去看一下吧，我正好也见一下你弟弟，跟他说一声感谢，在一会儿回来之后再吃酸辣粉。当沈清带着宁妻进来时，见到的就是铺子里满满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在挑选东西。啊，大嫂，你可回来了，怎么着？那边不忙了吗？陆东问了一句，就看到大嫂身后闪出一个小姑娘，正笑盈盈地看着他。这夫妻俩开的铺子这么挣钱，顾客居然这么多。陆东抬头看到大哥，打了个招呼。这就是陆占清的3弟陆东，那个救了小七的少女。倒是长得比顾占清要好看顺眼的多。宁莹本来是想跟陆东说句谢谢的，但是看到陆东忙的连这边看都顾不上看一眼，就打住了这个念头。我本来想谢一下你弟弟，但是他忙，我就不跟他说了，跟你说也一样，你替我谢一下你弟弟。这次出来带着不多，这些算是我们兄妹俩的一点谢意。陆南瞥了一眼银票，看样子应该有1000两。拿回去。阿东救人又不是为了拿你的钱，只是因为小郡主曾经帮过我们，他才去的。我们也不过是还人情罢了。宁莹喝了一下，收起了银票。罢了，那就以后用人情还吧。你家还跟你舅舅来往过吗？都断绝关系了，有什么可往来的？如果我们宁家动周家，你会出手阻拦，跟我作对吗？我现在只是老百姓一个，正在努力的学习怎么样经商生存，朝里的那些事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希望你说到做到。一个文臣与你有什么深仇大恨？喂，你不是说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吗？是没关系，好奇不能问吗？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少打听，好好做你的商人。这就是你要找我对我说的话吗？这还不到你露面的时候，在回去以后，我不会跟我父王说见过你，你也少折腾一些。如果被那位知道了，我不会包庇你。陆南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这2年安分点儿，让顾也是。知道了。宁莹看了陆南一眼，笑笑，看向宁妻。小七，这回开心了吗？宁妻看着自己漂亮的指甲，开心点头。开心了，谢谢哥哥。走吧走吧，回去收拾一下，我们要出发了。好吧，沈姐姐，谢谢你，指甲油我带走了。你们路上小心，祝郡主和世子一路顺风。陆夫人，这指甲油就当是你送给我妹妹的临别礼物了。夫妻俩没有出去送他们，只是默默地看着兄妹俩离开。这一次见，他们都是和和气气的，不知道下一次见会是什么一个光景。等他们离开后，阿南，你说宁家究竟是皇帝的人呢，还是成王的人？不知道啊，也有可能谁的人也不是，是他们自己。以前小时候，我记得我听爷爷说过一件事，说宁家的祖上其实是宁国皇室的后代，而杨家的皇位是宁家人送给杨家的，原本所定下的事，
宁家世代摄政王，杨家做皇位。但是从前5代的杨家皇家开始，就对宁家不满了起来，找了宁家一个错处，取消了宁家的摄政王世袭制。从宁莹的爷爷辈开始，宁家好像是认命了一样，一直忠心于杨氏皇室。陆南说完，沈清脑子里灵光一闪，你说有没有可能宁家在憋着大招，准备抢回宁家的江山？也有可能。宁莹说过，他爹让他找到我和顾庭云，跟我们俩结拜，只是他目前还不知道他爹这样做的目的，所以先不敢跟我俩结拜，也不敢告诉他爹他找到了我们俩。这样看来，这个宁世子倒是不坏，不然宁妻怎么会那么可爱善良呢？你说是不是？可能吧。算了，我们暂时不说他了。他家的事情，如果真是那样目的的话，那么我觉得皇帝和成王之间的矛盾应该有宁家在背后推波助澜的手笔，我们等着看结果吧。不对，青青，我想起了宁莹的话，宁家可能想要除掉外公和舅舅。他是故意告诉你的？不知道啊，但是目前这种情况，我也不敢跟舅舅那边去联系，要怎么告诉舅舅，要避着点宁家的锋芒，别把周家搭进去呢？要不你去一趟？我不离开你身边了，你现在肚子慢慢的要开始大起来了，你这里我不放心的。舅舅和外公在朝堂上浸淫多年，想来有些事他们是能够看明白的。皇上既然把我们摘出来，很有可能皇上也是会怕我们会坏事的。陆南说完，深深叹息了一声。2月2那日，大嫂邀请罗姑娘今日去他们陆家。回镇子的马车上，陆北跟罗梅相对而坐，陆南在外面赶马车。陆北的嘴角微微弯了一下，发现罗梅也正脸红红的偷看着自己。怎么了？没事。以后我们要常见面的，你要习惯我，总不能每次见到我就脸红吧？听到自家弟弟还挺会和未婚妻说话的，他嘴角勾了一下，还不错。随他胡思乱想了一会儿的陆南也漏听了一段车里2个人的互动，他再仔细听，竟然发现马车里传来了一声低吟和抽泣声。陆南一头黑线，不会吧？陆北这小子这么没有分寸，在这马车上就敢胡来，何况他们还没有过定，没有下聘书，这姑娘其实还不算是他的媳妇，他就敢直接下手了，自己肯定没教他这样夺人清白的事儿，可做不得。阿北，怎么了？没事，刚才颠簸的时候，梅梅的头不小心磕在了车厢上。你扶着点，这段路是有些颠簸的。主要不是他媳妇坐在马车内，他赶车时也就没有注意那些小坑。你靠在我胳膊上，再颠簸就不会碰到头了。罗梅的脸色唰的一下再次红了。陆北坐得离他这么近，他竟然闻到了他身上有一股隐约的香味儿。怎么了？你身上有香味儿？是吗？你的鼻子这么灵敏的吗？只有淡淡的一点味道。师娘在洗衣服的时候会在皂水之中加一点花草香粉，大嫂喜欢香一点的味道，所以在家里配置了很多香粉。外面陆南弯起唇角，不错，这小子会用他大嫂的话跟姑娘聊天了。他们回到家里时，时间正好也到了午时，只是陆南和陆北都没有想到家里会有客人，而这个客人有些让陆家人头疼。你就是陆北？是我。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喜欢我女儿吗？不是说非我女儿不娶吗？怎么会吵一架就转身跟别人定亲了？他说完，屋内的所有人都愣住了，一脸见鬼的表情看向了陆北。杨柳儿一脸震惊的看向自家爹，罗梅也被吓到了，噌的一下回头看陆北。杨伯父，我想你是误会什么了吧？我什么时候说过喜欢你女儿的话？什么时候说过非她不娶了？我和你女儿前后一共也没有见过5次面，第4次正月初3，她跟着凤姑娘来我家拜年，她在院子里拦住我说让我帮她一个忙，说假装去你家提个亲，提亲礼她会出钱让我买，但是我已经有喜欢的姑娘了，不可能会帮她这个忙，所以我拒绝了。之后我大哥喊我有事，我就走了。说完，陆北沉沉地看着杨柳儿。杨姑娘，我不知道哪一次我拒绝的不够彻底，让你竟然有了错觉，要那样跟你爹胡说八道，毁我亲命。你不要脸，我还要呢。现在你们父女俩这样找上门，让我的未婚妻误会了怎么办？杨姑娘，做人要讲良心的，我不想帮你这个忙，你也不用这样害我吧。杨柳儿被陆北的话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整个人抖了起来。终究他哭了，捂着脸跑了，想要跑出去，但是离门最近的陆北身法很快，飞身过去拦在了门前。杨柳儿一愣，呆呆地看着他。那边罗梅心里一紧，脸色也有些不好看，他以为陆北是担心杨柳儿。在离开之前，你把话说清楚，不能让梅梅误会我。众人差点没绷住笑出来。阿北，你可知道你拿个扫把对着杨柳儿的样子很滑稽？你把凶器放下。
陆北看到他挡在杨柳儿的面前，想来杨柳儿是不会突然扑过来抱自己了吧，就放下了扫把。他刚才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根本就不熟。杨柳儿此时又流泪了，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向陆北。你真的不喜欢我吗？不能娶我吗？当然不喜欢，我从去年冬天就开始喜欢罗梅了，现在我们两个都已经定亲了，我怎么可能喜欢你？他长得没我好看，也没我有钱。你觉得你有我好看吗？这点自信陆北也是有的。没有吧？既然你都没有我好看，我为什么不娶自己喜欢的姑娘，而要去娶一个我不喜欢的姑娘呢？那边沈清一个没忍住笑出了声来，发觉杨二叔回头瞪自己。啊，抱歉，我家娃突然踢了我一脚，我被吓到了。陆南一听，赶紧紧张地问：青青，是不是坐着累了呀？要不回去躺一会儿吧？没事，等客人走了再去躺。柳儿，说话。杨二叔黑着脸叫了女儿一声，现在自己要怎么做就看女儿的意思了。如果他非这个陆北不嫁，那他只能放下身段，让自家女儿跟那个农村丫头做平妻，一起嫁给陆北。杨柳儿看向陆北，陆北吓得一个机灵，赶紧冲着罗梅伸手：妹妹过来。他真怕杨柳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扑上去抱的，那样他真的就彻底没有清白了。罗梅默默地站起来，走到陆北的身边，然后把他抱在自己胸前，这样那女人就是扑过来抱的也是梅梅了。杨柳儿被气到了，陆北竟然主动抱这个女人。那天他就碰了一下她的衣服，他就觉得自己像瘟疫似的，一下子躲得那么远，还不给自己好脸色。果然不爱珍珠就是草，爱了狗屎也是宝。不知羞耻，这话送给你女儿，请吧，我们家不欢迎你们。杨二叔气得心肝颤，拉着默默抹眼泪的杨柳儿快速向着外面走去。看到杨家妇女终于是走了，陆北啊了一下，赶紧放开了罗梅的手。对不起，妹妹，刚才对我冒犯，事权从即，我是真怕那个女人突然扑过来碰了一下，让我负责。罗梅看到他紧张的耳朵都红了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一下。没关系，不过你真的不喜欢他，喜欢我啊？就那个……陆北这回俊脸顿时也红了，他可不好意思当着全家人的面说喜欢他这样的话。娘，我们去做饭吧，5时了。好，走走走，我正在准备着，来人了。青青，想吃草莓吗？我已经攒了一筐子了，我给你去洗一些吧。不想吃了，明日白天吃吧，今日的水果吃够了。沈清摇摇头，他有些困了。啊，怎么了？陆南吓得脸都变色了。不会是要生了吧？可这月份还不到生的时候吧？沈清呆呆地低头看着自己的腹部，陆南顿时松了一口气。是又动了。阿南，他们不是在动，好像是在打架一样，感觉一会儿左边一拳，一会儿右边又是一拳。沈清喃喃地说着，赶紧躺在了躺椅上。陆南赶紧蹲在他的身边，一双眸子黑黝黝的，紧紧地盯着沈清的肚子。就见本来还圆鼓鼓的肚子上，突然鼓起了一个红枣大小的小包来，持续了几息的时间，又慢慢地落下去，接下来就没动静了。好像不动了。别盖住嘛，让我多看一会儿。你会冷吗？空间里的气候四季如春，怎么会冷呢？沈清拉着他的手，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肚子上，牵引着他慢慢地摸着。你轻轻地摸一下，看看能感觉到摸到的是孩子的哪里不？现在是5个多月，按说他们已经长成型了，你可以摸出来是小手手或者是小脚脚。陆南摸了一会儿，无奈摇了摇头。摸不出来，只是有些地方感觉是发硬的，有的地方是软一些的。可能硬一些的地方是孩子的后背或者屁屁紧贴着肚皮了。哦，陆南再轻轻地应了一声，继续用手掌在沈清肚子上来回轻轻地摩挲着。突然他感觉到一个手掌被轻轻地顶了一下。青青，我的手被顶了一下。看来是咱们的孩子在给你回应，他们听到你的声音了。据说父亲的声音对于还未出生的孩子影响很大，以后你多在我身边说话，让孩子熟悉你的声音。等他们出生后，如果环境陌生让他们害怕了，一直哭闹，这时候父亲抱着孩子给他说话，他就会安静下来，因为这个声音他们听了好久，很熟悉。说完他就一直笑着注视着他，希望他能有机会看到他哄自家小哭包的场景，不知道他会不会手忙脚乱。陆南郑重点头。好，那我每天晚上就在你身边多说话。2个人就这样
坐了大概1炷香的时间，直到肚子里的孩子再没给回应，陆南才轻轻地帮着沈清扣好衣服。沈姐姐，我来投奔你了，你要收留我。宁七冲过去想要抱沈清。你是谁？表哥，我是你的表弟周二啊。表哥的表弟不是我吗？沈清疑惑地打量着宁七，他有些怀疑这个少年是宁七。我们家哪有叫周二的呀？看到他此时的小表情，沈清确定是他了。你怎么来的？你跟谁来的？你哥？陆南看向沈清，沈清拉他低头，低声在他耳边低语了一句。听到是宁七，陆南手一抖，他打算一会儿先去洗个手，不然怕媳妇不让牵手了。你一个人出来的？皇帝要给我指婚，我就逃了，我才不要他的指婚呢。那你哥知道你离家出走吗？谁也不知道，不过我给我父王母妃留了信，不知道他们几天能看到。反正皇帝没收回成命前，我是不会回去的。那你为什么要来我这里？沈清头疼了，这是个大麻烦呢。为什么来自己这儿？他们只想安安静静的做个小老百姓。我不敢去哥哥那里，那里肯定有很多人，除了哥哥，我唯一能想到会收留我的人就是沈姐姐。沈姐姐，我就这个样子，没人认出我来的，你就说我是周家小表弟来投奔你们的，收留我几个月吧，好吗？求你了。沈清和陆南对视了一眼，无语。姐夫，收留我吧，我哥哥都告诉我你家的事了，我一直还帮着保密着呢。哥哥跟我说你是他最信任的朋友，姐夫，求求你了。陆南一听这一声姐夫，顿时说不出拒绝的话了。那你一直要做男孩子的打扮吗？就先这样，不然我怕我姑姑那边也会知道。沈姐姐，我就乖乖的跟着你做生意，不给你出去闯祸。那你就不能在这里住，我送你去庄子上吧，去那里种田种花去，可以吗？行，可以经常见到沈姐姐吗？可以，我会经常过去那边住一住。好，那我去那边。谢谢姐姐，谢谢姐夫。应该喊什么？表哥表嫂。那就叫你周岩吧。嘿嘿，好，谢谢表哥。顾庭云看着宁七，无奈摇头。他和陆南已经猜到了，京城会因为这个丫头的离家出走而混乱起来的，甚至局面可能会变。宁家正在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只是怎么都没想到这丫头会跑到他们这里来。赵夫人，你要按照我说的配合我用力，不能用蛮力，也不能把劲儿用在喊声上。屋内传来了稳婆焦急的声音。怎么办呀？大嫂要生了，大哥还没回来。下一刻，就见周氏面前出现了一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娘，怎么样了？青青在里面生孩子，进去都一下午了，喊了一下午。陆南噌的一下看向产房门口，就想冲进去，周氏拦都没拦住。骆成风看到他回来了，松了一口气。嫂子没劲儿了，但是宫口还没开全，孩子出不来，我们正在想办法。我给青青输送内力，你们想办法。陆南说完，蹲在床边，抓住了沈清的手，低声喊青青。沈清知道他回来了，可是他此时正疼得要崩溃了，浑身没劲儿，脑子竟然有了一阵阵的昏眩，他有了一种已经力竭的感觉。青青，别怕，我和你一起用力。成风说，只需要最后用力一下，你就可以把我们的孩子给生出来了。说这话的同时，他手上的内力源源不断地输入沈清的四肢百骸，顿时沈清感觉到浑身有了力气。你回来了。实在不行的话，就剪开一些，最后再缝上几针。剪什么？稳婆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何况怎么缝呢？我来说，你们来做。骆成风转过身，青青，忍着一些，只要你能平安的话，其他的都是小事儿，可以吗？沈清低低地应了一声好。来自现代的他自然也是知道侧切的，生孩子生不出来时就需要切开切口。在稳婆按着骆成风的说法去剪肉时，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只要孩子们能平安出来，他再疼点都可以。现在我在上面帮着推，你探进去接孩子，记住手上用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别把孩子捏坏或者伤到孩子的眼睛，听见了吗？好，这个我做过，有经验，陆大夫放心。陆南不敢看那边，就眼里含着泪，不断地给沈清输送着内力，护着他的心脉，给他力量。当孩子哇的一声哭声传来，陆南眼里的泪水终于还是落了下来。沈清身下此时血水越来越多，外面的热水不断地送进来，血水一桶一桶地往外送。外面守着院子里和院子外的大小人看着那些血水都哭了，默默地抹眼泪。这场面他们一辈子都忘不了。生出来了，第一个孩子4斤6两，男孩，有11克生。恭喜，先抱回屋内去吧，先不能给喂东西，尽量让孩子哭几声，观察孩子的尿或者出便。一个稳婆抱着打包好的第一个孩子出来了，屋内稳婆还在继续接生第二个。他们接生了一辈子，遇到这样怀2个孩子的真的不多。
恭喜，第二个孩子也是个男孩，3斤8两，有时2克生，抱回去吧。青青怎么样啊？还清醒着的吧？谁知就在这时，听到里边传来了一声惊呼：“洛公子，不好！少夫人肚子里边好像还有一个孩子。”继续接生。这个时候夫人已经没有力气了，全部都得靠我们。此时的沈清已经疲惫地闭上眼，昏昏欲睡了。一听这话，沈清又睁开了眼，不敢置信地和陆南对视上。3个，竟然怀了3个！可惜她想要用力，却没有一点力气。好在已经生出了2个，产道也松弛了很多。第3个孩子也终于跟着胎医一起被稳婆接出来。3个孩子，2个胎医。稳婆说了一句，骆成风点头记下。稳婆们在帮着沈清处理后续时，手还是颤抖的。恭喜恭喜，真是大喜呀！还有一个，第3个孩子4斤2两，是个千金，有时3克生。当稳婆又抱出来一个孩子时，院子里等着沈清出来的人们都惊呆了。3个，青青竟然一口气生了3个。他们活了一辈子了，也没有听说过谁家能一下子生3个。产房内，沈清已经昏迷过去了。骆大夫，这切口的位置血一直流，根本就止不住啊！骆成风心里一沉，他最怕的就是这种情况。我来缝伤口，你们退后。他低头前看了陆南一眼，陆南此时脸色苍白，眼里都是泪水。尽快缝好，不能让青青再出血了。骆成风点头。骆成风一边缝切口，一边撒止血药粉。好在等他缝好时，再没有血水渗出来。骆成风跟3个稳婆都松了一口气。好了，你们帮着夫人换身干净的衣服，把下面用上月经带，让陆南把她先抱回去那边，我得给她继续施针。我来帮她换吧，你们先过去，帮着看看3个孩子吧。稳婆和骆成风对视了一眼，4个人默默地出去到内屋看3个孩子去了。他们出去，陆南低头用额头抵着沈清的额头就哭了。这样的经历太吓人了，这样的时候有这么一次就够了，他再也不让她生孩子了。青青，谢谢你，余生的话我们再也不生了。舅母，刚出生的孩子都这么丑吗？因为你家孩子比较小，还没长开呢。你表哥他们出生时都是6斤多，头发长得很浓密，脸上也长开了，没有一点皱纹。好吧，那就等过几日看吧。可能是早生出来几天，也是有原因的吧。按我们计算的，青青说应该是25、6生的。顿时夫妻俩就放心了。陆南给骆成风的感谢礼是沈清弄出来的那一缸灵泉水和5株绿姑娘。当骆成风拿到这些东西时，整个人都惊呆了。老陆，你确定这些都给我了？没想到陆南竟然一下子给了他5株。兄弟啊，以后有好药草也记得我一些啊。李家给你什么价钱，我也行啊。可以。骆成风顿时就觉得人生圆满了。他觉得他这一生最幸运的事儿就是认识了陆南这个朋友。沈清到了晚上就觉得精神多了，靠过来，夫妻俩就靠在一起，看着3个小床里的3个娃聊天。青青，给3个孩子取什么名？你来取吧。沈清想了想，大宝、2宝、3宝。哎，太简单了。那就铁柱、铁塔、铁锤。我们要是给他们取了这样的名字，这3个长大了非得怨恨咱俩不可呀。我瞎说的，哪能给我们的孩子取这么随便的名字？大名大宝叫陆君华吧，2宝陆君宇，希望我们的儿子能成为一个华光霁月、气宇轩昂的人。3宝，我们的女儿就叫陆君怡吧，我很喜欢这个怡字，怡本身就是一个代表着快乐的字，怡越野，怡然自得，神色怡然。我希望我们的女儿将来能活成一个潇洒率性、开心长大、怡然而生的人，而不是要去背负一些什么责任，或者需要为了谁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你觉得行吗？行，我觉得呀都挺好听的。真的可以吗？我们俩起名就行了，不用问问娘。不用了，娘说呀让你给宝宝取名字，说你怀着他们这么久太辛苦了，生的时候又经历了那样的痛苦，宝宝们的名字就让你取。那就用这3个吧，我还挺喜欢这3个名字的。小名的话你想叫什么？小名要不让娘取？好，明日呢我跟娘说。沈清点头之后，陆南伺候沈清喝了一碗灵泉水，就让他睡觉了。他则是坐在凳子上，趴在小床边看了大半夜的3个孩子。现在想起今日的过程，他还是心有余悸。他庆幸他为了赶回来陪青青过节，一路上都在奔波，幸好他回来的及时。如果错过青青的生产，他觉得他这一辈子都会活在后悔当中。幸好第2日天刚亮，周氏就起来过来看沈清和孩子们。娘，我们俩昨晚呢给3个孩子取好了名字了，大宝叫陆君华，2宝叫陆君宇，3宝呢叫陆君怡，怡然自得的怡。好听。哎呀，
我们3个宝宝终于有名字了。娘，青青说了，乳名呢让你来取的。乳名就是家里人叫的，图个顺口，好叫，寓意好，那就平平安安和年年吧。你小时候啊，你爹很想给你叫年年的，我没同意，给你取了阿南，现在就把他那一份带了。大宝叫年年，2宝和3宝叫平平安安，3宝一个姑娘，叫年年不如叫安安好听。娘也希望我们一家人以后都能平平安安的，不要再有什么糟心的事情了。大宝是哥哥，就让他叫年年，这可是他爷爷给取的名字呢。就这样，3个孩子的大名和乳名就这样定了下来。老陆，你们家宝宝真是太神奇了，这才第3天啊，就变化这么大。你过来看一下，还觉得丑不？我和青青都长得这么好看，我们的孩子怎么可能会丑呢？谁说我儿子女儿丑的？见到他这么快就不承认了，一群人都笑了起来。娘，没事的，您回去休息吧。以后晚上呢，我和青青弄孩子，你白日多照顾他一些就好了。我白日呢要去管外面的事情的。明日他得去忙生意上的事情了，铺子关了好几日，也该开张了。周氏被夫妻俩又劝了回去，无奈的笑笑。陆南就把他揽在怀里，低声道：“那里还疼吗？”“别，还有血呢。”想到再熬1个月的话，我就觉得我终于要熬出头了。沈清笑了一下，凑过去亲了他一下。很想吗？从他肚子大起来后，他们就基本没有再同房过了。陆南生怕伤害到他和肚子里的孩子。有些想。陆南老实承认，挺了挺小腹，凑近他一些。那你去榻上睡吧，挨着我是不是容易上火？没事的，一会儿就下去了。我们说些别的吧。啊，对了，你这几日出去的情况，你还没有告诉我呢。好，那我跟你说一下，本来这几日呢，孩子们刚出生，我不想说那些血腥的事情的。那要不换个话题？算了，说吧。陆南给沈清讲了一下这几日发生的事儿，沈清听完久久不能平静，怔怔地看着他。所以你一个人打败了13个杀手？怎么样，你夫君还让你满意吗？太满意了，没想到你的功夫在江湖中这么高。冬月中旬，宁莹回来了。当宁七知道哥哥来接她后，她停下了脚步，迟疑了。是不是她跟着哥哥回去，就再也见不到陆东了？一时间她有些愣在那儿。沈清正好出来，就见到了愣愣地站在大门口的宁七。阿七，怎么了？沈姐姐，你说我要是跟着哥哥回去了，是不是以后再也见不到陆东了？你们俩身份差距太大了，阿七。沈姐姐，我不想回京了。别难过，现在你是公主，你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宁家皇室。有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会有很多的无奈。如果想要活成我们自己喜欢的样子，就要去努力。乖，别难过，先去见你哥哥吧。你父皇母后都想你了。谢谢沈姐姐。沈清默默地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叹息，希望自己的话没有让他误会什么。陆兄，这次多谢了。陆南点点头。我想在下午的时候，在我姑姑那边举办一个仪式，陆兄跟顾炯过去一下吧。宁莹又对陆南和顾庭云说道。陆南和顾庭云对视了一眼，疑惑地看着他。结拜啊，之前咱们说好的，你们俩不会是想反悔吧？顾庭云皱眉，现在还有这个必要吗？我和庭云之后的打算，你应该知道的。我们俩是不打算再上战场。我跟你们结拜，也不是让你们将来上战场，我只是想给你们一个身份，保护你们俩。毕竟陆家和顾家真的不能再出事了。这是你父皇的意思吗？这也是我的意思。我能交心的朋友不多，你们俩也算是2个。行，老大都答应了，我自然也答应。以后我们3个如果结拜了的话，我就不是老大了，他才是老大，我是老2，你是老3。老3那就老3呗。宁七听到哥哥要跟陆大哥、顾大哥结拜，心里很是欢喜，这样就说明他们以后会常来常往。明天就要走了，他想晚上和陆东见一面，说说话。毕竟明日他离开时，陆东肯定已经去上工了。晚饭后，陆东送妹妹们回娘那边的院子，宁七也溜了出来，跟着他们一起走。弯弯，我明天就要走了，你会不会想我？会。阿七姐姐以后还会回来看我们吗？宁七沉默了一会儿，说道：我尽量努力去争取可以回来看你们。好啊，无论你什么时候回来，幸福庄园都欢迎你。宁七笑了，点头应了一声好。等陆万丽进屋后，他转身向外走，宁七默默跟上。陆东，我明天要走了。陆东淡淡看他一眼。你刚才就说了。刚才是跟弯弯说的，现在是跟你说的。陆东顿了一下。那祝你们一路平安。你就没有别的想说的？陆东沉默，他哽咽着问道：我要走了，你真的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陆东摇了摇头。你不想留我吗？你留我呀，我可以跟哥哥说我想留下来，不想回去的。陆东默默地看着他，
拳头微微捏了一下，又松开手。你是皇上的嫡公主，身份尊贵，从小出生于宁王府，锦衣玉食之中长大。你该过的是荣华富贵的生活，而不是在这里。这里不该是你长久留下来的地方。种菜、爬山、浇菜，只不过是一时新鲜。如果一辈子都做这些的话，你不见得会喜欢的。宁七看着陆东冷淡的侧脸，忘记了落泪。可是要是没有你，那些生活我也不喜欢了，没有意义。陆东，我喜欢你，你求我哥哥让我留下来好不好？宁七抓着陆东的胳膊，摇着祈求着。陆东低头看了一眼他抓着自己胳膊的手，内心叹息：别傻了，我们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合适。走吧，我送你回去，晚上好好休息，在明日还要早些起来赶路呢。宁七就默默地看着他，脑子里都是他刚才的话。他说他们不可能，他说他们不合适。宁七眼里都是水雾，就在原地默默地看着陆东。暗处，陆南和宁莹对视了一眼，各自撇开了头。需要我送你回去吗？不需要的话，我就回去学习了。宁七用衣袖擦了一下眼泪，快速地转身往自己住的那排楼的方向走去。陆东慢慢地跟在他后面，就与他隔着3步的距离，不远不近地跟着，直到把宁七送到他的屋内才离开。楼房顶上，陆南和宁莹相对而坐，顾庭云在一边静静地坐着。听说这是按照你媳妇儿的意思盖的。你媳妇儿比你会享受生活呀，怪不得我妹妹这么喜欢呢。陆南淡淡的没说话。这次我们家的事，小七的事，谢了。陆南想起刚才告白失败哭唧唧的小姑娘，张张嘴还真不知该说什么。宁莹也没有提起。宁莹，你父皇是不是让你近几年继位啊？对，大概应该是明年吧。那就祝你早日继位吧。宁莹沉默了一会儿。你们俩想经商的话，放开手脚干，有事情就到京城去找我去。未来几年，我可能会在农昌上多给一些政策，想靠这个把百姓的生活提一提。真的吗？真的。所以啊，你要努力了。就陆家目前这些生意，确实还不够看。放心吧，本来今年要开始努力的，结果青青怀孕了，我们肯定是先要顾着青青的，明年等着吧。宁莹点头，放心了。时光匆匆，很快3年的时间一晃而过。阿南，我发现阿东这次回来好像沉默了许多，他是不是在京城遇到了什么事？不知道啊，我们俩有时候好几天也见不到一面，具体他在京城做什么了，会见什么人，我并没有干预。怎么了？阿东和以前不一样吗？他觉得他是不是太粗心了，竟然没有发现弟弟有什么问题。突然他脑子里闪过他在京城时和宁莹私下见面时宁莹说过的一件事。他说小七明年可能会跟相府公子大婚了，当时宁莹也只是提了一嘴。陆南点了点头，没在意，也没放在心上。但是今日被沈清这样问起，陆南有些不确定了。难道他和宁七暗中见面了？要不我明日问问老三吧。别问了，如果是他也不会告诉你的。别忘了，你们兄弟4个里最腹黑的就是阿东，他除了对我这个大嫂会说实心话，你觉得你能问出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秘密？那怎么办？我来。好，那就辛苦青青了。3日后是正月15元宵节，陆东和钱恒溜达着问他：想去哪里啊？小爷今日舍命陪着陆三少，要不要去翠清阁玩一玩？据说你还是个厨呢，嘿，小爷带着你去享受一下那销魂的滋味啊。陆东冷冷淡淡地瞥了他一眼：你回去吧，我自己随便走一走。你还挺纯情的。不会是为了哪个姑娘还在找清白吧？放心，我们男人没有那玩意儿，想怎么玩怎么玩。没兴趣。不是吧，兄弟，你都19了，过年可就20了，你跟我说没有兴趣？你他娘的不会是不行吧？要不你亲自试试三爷我行不行？我靠，原来你是好这一口，可怕！小姨我不陪你了。嘴碎的男人，他下次也不会约他一起逛街了。聒噪。他原本就是心里有些烦躁，想出来走走。走着走着，他一转头就看到宁七正和一个年轻公子慢慢的从对面梅林里往这边来。当对上宁七不敢置信和震惊的眼神时，他下意识的看了他身边的男子一眼，一个斯文儒雅的年轻公子，想来应该就是他的那个未婚夫相府公子了吧。他愣怔了一下，快速转身，却不想宁七却突然急忙大喊了一声：你再敢躲我，我死给你看！别走，给我1炷香的时间，可以吗？陆东看向他，还扯着江玉公的袖子。宁七噌的一下踹开江玉公的胳膊，像是甩开什么脏东西一样嫌弃。他现在是我的挡箭牌。
我想出来得约着他，我们先找个地方说说话，行吗？好。他们去了偏僻街道上的一家茶楼里，要了一个雅间。陆东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会答应他们俩。3个人落座时，宁琪巴巴地坐到陆东的身边。小公主，先回去正面坐去，你这样被人看到的话，会坏你的名节的。我会怕明姐那种东西吗？可是想想，看了陆东一眼，他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坐回了主位。毕竟他有身份在那儿，如果真被人看到说出去，可能会给陆家惹祸。你想好了？你什么时候让位？你看看我头上现在是不是有点绿呢？那我头上岂不是更绿？陆东默默地看着宁妻，听着他们俩的对话，他心里那钝痛的憋闷突然间就消失无踪了。他好像听懂了一些这2个人之间的事情。小七，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宁妻听到他问，顿时委屈的眼睛又红了。不好，一点也不好！你来了京城都不进宫看我。我只是个小村子里的老百姓，岂能够随意进宫啊？瞎说，你才不是！我查过，你的户籍还在京城，你是京城人。江玉公挑眉，打断他们，出声问道：小公主，不介绍一下吗？陆东，曾经的将军府陆家3少陆战飞，这是如今的相府公子江玉公。也是小公主的未婚夫。闭嘴！让你说了吗？再敢乱说话，信不信我让皇帝哥哥给柔儿赐个婚？江玉公顿时偃旗息鼓，默默地闭上了嘴。我离开1炷香的时间，一会儿回来接你。江玉公离开，宁妻走过去，直接坐在陆东身边，把当初他回来和父皇给赐婚以及之后的事情都跟陆东说了一下。恭喜你，他人看着应该是不错。谁知道他刚说完，宁妻就气得站起来扑向他，拳头像雨点般砸到了他的身上，砸着砸着，宁妻就哭了。没良心的，我这么折腾是为了谁啊？有种你再说一句。他打得很用力，但陆东感觉不到疼，他不躲避，任由他打。等到宁妻打累了，突然抱住他的脖子大哭起来时，陆东终于忍不住了。我以为在那年我说得很清楚了。宁妻突然冲上去，狠狠地在他唇上亲了一下。现在你告诉我，说你不喜欢我，说我们不合适，我立刻离开，以后直到死我都不会再来你面前一遭。陆东被他这突然狂野的动作惊得脸色一红，甚至耳根脖子都红了。他张了张嘴，根本再说不出那句话来。